明嘉靖44年10月初3，胡宗宪自杀了。准确的讲，他死于严嵩与徐阶的权力斗争。作为平定倭寇最大的功臣，他为大明朝留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东南。临死之前，他写了一首诗：宝剑埋冤狱，忠魂绕白云。明正德7年，胡宗宪出生在安徽绩溪一个富裕家庭。龙川胡氏是当地有名的士族。嘉靖17年，26岁的胡宗宪考中了进士，被安排在刑部官正。嘉靖19年，胡宗宪28岁，他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——山东青州义都知县。此时明朝国力逐渐衰弱，民间地主乡绅大肆兼并土地。胡宗宪上任的义都更是遭遇干旱蝗灾，百姓们吃不起饭，便开始反对衙门，以至于义都匪患横行。胡知县的第一份工作并不轻松。上任之后，胡宗宪立即展现了他的政务水平。首先，他组织人手打击强盗，扑灭蝗灾。在民生改善之后，胡宗宪开始着手解决义都最核心的问题——赋税。在一条鞭法正式推广之前，明朝各地的税赋很难收缴，原因在于：一是这些乡绅地主们形成了利益群体，虽然利益的范围只在县一级，可当地的主政官员多是由明朝中央外派。初出茅庐的胡宗宪正是遇到了这些难缠的对手，而且他也不清楚这些地主老爷们是不是有着某些神秘的关系。一旦强硬，刚刚得到的官位就有可能不保。所以胡宗宪在思考之后，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。他和其他县官一样，上任之初便宣布了全县缴纳赋税的时间。和以往一样，到了日期，这些大户们并没有来缴税，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但不同的是，胡宗宪并没有派人下去追缴。当地的大户们很疑惑，他们有些看不透这位新来的知县大人，难道是他忘了，还是有什么新政策？就在这些地主老爷们不解的时候，胡宗宪突然走出衙门，发出通知，要请这些乡亲父老们吃饭，他要用人情去裹挟。这些地主当然也知道这有可能是一场鸿门宴，可朝廷请客吃饭，哪有不去的道理？饭局开始了，胡宗宪与这些人促膝长谈，没有一点架子。眼看酒过3巡，胡知县却连一句赋税的事情都没提。这时候突然跑过来一位县衙小吏，对胡宗宪说道：缴税期限已至，该当如何？胡宗宪这才恍然大悟：县也，我忘之。随后又笑道：民其幸我耶，姑死来日。也就是说，既然大家这么给我胡某人面子，今天就算了，我的酒你们可喝了，各位应该自觉。就这样，到了第二天，当地赋税问题轻松解决。此时的胡宗宪虽然是一位政治新人，但其所展现的胆识心机却十分老练。他并不是像海瑞一样刚强的人，而是一个很会察言观色、揣摩心意的人。换句话说，胡宗宪做官并不循规蹈矩，而是讲究方式方法。当年的青州府志里有句话：民且畏且感，疏则备之。百姓既畏惧他，同时也感激他。恩威并施，就是胡宗宪的为官之道。嘉靖21年4月，做了2年县令的胡宗宪收到了一个噩耗，他的母亲去世了。按照制度，他需要回家丁忧，为母亲守孝。可2年之后，他的父亲也去世了。就这样，胡宗宪在老家整整守孝5年。到了嘉靖27年，胡宗宪起复，被任命为余姚知县。这里临海贸易发达，地方势力要比义都更加复杂。而胡宗宪在这里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，便先后解决了三山沙田军民纠纷与当地豪强对资源的垄断问题。胡宗宪县官做得十分出色，所以在仅仅1年之后的嘉靖28年，胡宗宪便得到了新的职位，他被提拔为督察院御史，巡按山西宣抚大同。而这份经历将改变胡宗宪的人生。宣大一带是明廷防御蒙古的边塞，而胡宗宪上任不久，他的工作便迎来了挑战。因为大同发生了兵变，明史写道：昭喜大同左卫军于洋河独食，卒据而华。自嘉靖21年蒙古俺答汗成为右翼3万户的领主之后，他就开始组织力量侵犯明朝边境。而明朝的守军军纪废弛，武官腐败，甚至贪污军饷，久而久之，不少军队为了反抗上层，兵变时有发生。这一次的事件源于前任宣大总督翁万达上书朝廷，要将大同的一部分军队上提到独食洋河，驻地要更加靠前。
如果此时我们翻开史书，1年之后的嘉靖29年就是庚戌之变，蒙古大军将濒临紫禁城，这就是胡宗宪面临的局势，他要奉命解决此事。可胡宗宪没有带一兵一卒，他单人单马奔赴大同左卫军营，面对几乎剑拔弩张的士兵，胡宗宪一个小小御史竟敢独闯龙潭。当时他的同僚们都以为他疯了，认为胡宗宪在以死博忠名。兵变的焦点无疑是迁徙令，胡宗宪对士兵承诺，朝廷将取消此令。明史记载，宗宪单骑未遇，许勿喜，乃定。胡宗宪并不知道朝廷会取消军事变动，这是他单方面许诺的。他不仅攻了士兵们的心，而且攻了嘉靖皇帝的心。因为此前的多数兵变都会发生流血事件，士兵杀官员，最后闹到朝廷，影响极其恶劣。嘉靖皇帝号称以孝治天下，自比汉文帝，他当然不希望前线再次发生这种事情。事后朝廷也确实取消了迁徙令，而胡宗宪通过这样一件事走进了皇帝的视野。在嘉靖的心中，这是一个既有手段又有权谋，同时简在帝心的人。在土木堡之变之后，大批量的武勋都已经死亡的情况下，嘉靖皇帝十分需要这样一个人。所以在4年之后，嘉靖33年，胡宗宪被派往浙江，在这里他将完成他这一生中唯一的使命。这些年来，胡宗宪见到了无数明朝百姓倒在了蒙古人的铁骑之下，前线的刀光剑影也打磨了他的心智。作为一个名门出身、自有文武兼修的人，胡宗宪需要建功立业的机会。所以在就任前，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：谋此行，不勤王直须海境东偶，誓不回京。其实倭患是明朝由来已久的问题。14世纪初叶，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，常年的战乱导致大批日本武士与商人破产，这些人统称为日本浪人。由于在日本国内无法生存，浪人在一些日本封建主的支持下，开始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走私和抢劫的海盗活动，倭寇由此而来。时间来到明朝初年，倭寇对明朝沿海省份的侵扰愈演愈烈，倒寇倭夷再再出没，城建折附按剽掠，沿海居民患苦之。洪武2年，寇数侵略苏州、崇明，杀掠居民，劫夺货财，明朝沿海饱受折磨。直到1419年，辽东总兵刘江在望海倭战役中大获全胜，日本倭寇便不敢进行大规模的侵扰。时间来到嘉靖时期，明朝国力下降，海防崩坏，同时日本国内进入战国时代，时局更加动荡，倭寇问题便又严峻起来。1547年9月，嘉靖皇帝任命朱绾为浙江巡抚，统筹抗倭问题。赤膊司被取消之后，外籍商人想要与明廷进行贸易，只能通过与沿海的土匪豪强走私。但是为了防止出现例如赖账、肆意压价等不正当的商业行为，外籍商人通常会进行武装，这些商业交易便逐渐演变成了走私劫掠活动。朱绾上任之后，采取渡河船、盐保甲、搜捕奸民的策略，而且他通过调研发现，多数的倭寇都是中国人，所以在朱绾的禁海策略指导下，明朝军队获得了几次胜利。但仅仅3年之后，朱绾被人弹劾，在家中服毒自尽。